你好，欢迎收看《新闻辩论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立法委员岳仁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佑之，大家好。好，那今天在媒体上面，有一段就是包括过程当中，你还记得吗？大家现在还在看。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当然你说郑如欣又出来讲说他是不是有所谓的染红的这一块，是不是有卖国窃国？那这些呢，对于柯文哲人设或对现在的小草群来讲的话，真的会有一些的影响吗？那当然，黄国昌代主席也回应了一些相关的话，但今天在媒体上又出现了另外一段。那在整个过程当中，现在起诉书完整的一份，大概800多页，很多人就开始在解读里面所有相关一些的讯息，其中你还记得吗？大家一直在讨论，包括小草，包括白银，一直在问你说，那1500万到底金流在哪里？到底你们看到了什么？那难道柯文哲如果真的给了沈金这么大的好处，只有那1500万吗？好，那今天媒体上面就从起诉书里面就告诉你说，金华城当初的荣奖分润，还记得那个5亿吗？那5亿里头，沈庆金是不是独拿了6000万？从那里面分了1500万给柯文哲。仁俊是从这里面要爬书出来的，是要讲说那1500万是要证实那个1500万吗？但除了这以外，今天最新另外一个讯息，鼎岳讲说好了，那容积20%，奖励的那20%我不要可以了吧？你就不要让我金华城盖不下去了。事实上，我先回应鼎岳的这个之前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李四川他们在提到因应办法的时候，其实是有提过类似的东西。对，就你自己放弃，不要我们来动刀了。那因为它的差别就是说，我原先核给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动工的许可啊，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等于案子要重送？不过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就是说鼎岳可能不会放弃这一块肉哦，就你今天真的也是你核给我的嘛？那真的有问题撑到最后。但如果那今天看起来鼎岳放出这样的一个讯息来讲，我不知道是不是拗脾气啦，因为有时候人在情绪上会讲一些情绪性的话嘛啊。但如果今天是这样，其实也回到了，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北市议员啊，我现在讲，包含有一些国民党议员，他们其实也提到，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是要让他整个完全废掉吗？还是干脆就让他在没有争议的部分让他去处理？好，因为你原来金华城的那个地基的部分是沿用旧的那一块嘛，那至于你上面盖几层或是怎样那一块，有没有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家会看的其实包含就是说，好，那你如果今天鼎岳丢出这样说，好，那28，你们真的觉得有意见，那我不要啊，我不要，那不要你要送啊，你要送啊，对啊，你如果不送，那都是空话嘛。因为我知道对于这个松山的在地的议员来讲啊，有一些他确实感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于因为他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我们像都更吗？好，就是一个这个案子啊。他其实不算，我知道，好，就是说，但是他其实有些人认为说他是一个代表性嘛，那周边有一些民众其实很期待，就不管他违法或是怎样，违法当然不行啦，但是合法部分为什么不能？我大概跟几个这个松信区的一些议员啊，他们或多或少都提过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没有可能因此而解套，让他就是你说二楼以上，我说我永远都不勘验。那你不勘验这个，如果按照原先大巨蛋的那个模式，因为这个不勘验，那个拖了几年之后，主体结构如果出问题，那到底谁要扛这个责任？我知道在地的一些民众是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台北市政府过去曾经也丢出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你们双方能不能坐下来谈？好，但我还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你们要坐下来谈或是怎样，你要不要公开透明？我不敢说啦，但最少你应该要让议员们。或者是什么最少了解，因为那个时候为了金华城的这件事情，议员是有组成调查小组，也针对这些，我相信议员也都很清楚的知道金华城里面大概有一些的状况，问题在什么地方。你看我现在用字都要很小心，我没有说他违法在什么地方，他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你是不是在这一块能够取得大家一个共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5哥提到，就是说这个1500万就一直有人在讲说1500万在哪我这里必须讲，民众党的其实是成功的，他的置换概念非常成功的，让这个1500的这件事情深入到小草的心里面，因为他们不会在乎，在整个的案子里面，其实检察官具体起诉的是4个案子，4个案子里面，柯文哲只有最后的那一个跟监察院申报不实的部分，柯文哲没有在这里面，其他的3案柯文哲有4罪，但他们永远只说1500在哪，而不会去问谢国良的200万在哪里。
不会去问其他人给的在哪里。就连柯文哲在起诉书里面，他的这个公词里面都已经说，如果今天那一位中间人叫做邱佩里，他说有，那我就有，也不会有人去问钱在哪里。好，他们都把它锁在金华城的1500。好，但回到这一个哦，您说检察官在起诉书里面提到说，是不是有这个5亿啊，分润5亿，沈进金独拿6000万分1500啊，1500万给柯文哲。这能不能在法庭上成为完完全全一枪毙命的证据？说实话啦，因为这一块，如果你单纯这样，他还是论述，那是从那里面从这个钱拆解到这跟前面那个1600变成1500，其实也没有差到哪里。是，所以这里面到底是1500还是1200还是1300还是200、300？其实老实讲，金额是个数字大，当然看起来比较耸动了啊。但来宾要 cue 主持人，就是因为主持人法律专业嘛，就这件事情，你即使论述了一个说好，他有拿了6000，是不是就分了1500？大家还是会问那个问题，那他怎么分给柯文哲的？那你告诉我，那1500去了哪里？小草的问题还是一样，你看到了，是，钱在哪里？是把钱拿出来啊！接下来那一句就是某时某地嘛，对不对？你这只能讲某时某地嘛，然后又交给了在不知道什么时间里面交给这个小草，不就交给那个橘子嘛啊。就是那这个到法庭上面一定会被攻防啊。好，我认为我个人粗浅认为他一定会被攻防。当然。那你检察官总不能在那说，对我们现在掌握了，他就是在某时某地，然后这个钱就做就我认为在法庭上当然没办法用某这件事情，来作为就是检察官真正要论述了啊。但对不起，柯文哲不是只有这个案子啊，柯文哲不是只有这个案子，他其实还有别的案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哦，带着民众党的这一段里面，事实上他们已经不管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他们现在狂追猛打的都在1500，包含民众党的现在党中央也是。你看像黄国昌一直为柯文哲喊冤，甚至连他要选党主席了哦，还一直要这个继承不对不起，不能用继承，我自己自打嘴巴，他要承接柯文哲对于政治的理想，这样也有好一点吗？你用承继可以啊，是，也不用继承，对，要反过来这样，还好我都有写委任状，就是他一直要把柯文哲捧在这个手掌心上，告诉大家柯文哲是被司法迫害，但黄国昌也绝口不会提那邱佩玲给的钱。帮忙经手的钱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那一块碰不得。我只能说，民众党的策略跟他的方式是对的。最少他成功的说服，而且洗脑了那一些柯文哲支持者。OK，这整个过程，当然，如果今天从媒体上面看的话，他是在讲说，当时还记得那个5亿分润，将近5亿啦，那分润，那这起诉书里面提了很多金华城的一些的秘辛，包括沈进金取得金华城。额外就是现在大家争议最多的2成容积奖励这部分，超过100亿的利益，旗下的5间公司，那么媒体上报道说用左手卖右手的方式，从这些增额的容积里面分润5亿，那这里面然后6000万疑似流入沈的私人户头，再提出1500万行贿柯文哲。那个时候媒体上不是有吗？就是他在9月到10月，沈今天提了现金1600万，然后10月18号，当然金华城建造下来。然后这里面11月1号就是那个小沈1500，这个过程里面，他特别提到那个分润这一块是这几家公司，微晶、中石化、鼎越、金华城、京都这5家公司都在这个里头。沈进金呢都是他实质掌控，分润形同左手转右手。中石化2024年的财报写明支付增额容积利益给金华城公司，然后到2022 12月31号有所投资的鼎越支付超过4.76亿。这里面是不是有6000万到了沈进金的户头？然后那里头是不是有所谓的1600？然后那1600里头呢是有1500是给柯文哲。这个是前面本来大家在起诉大概100多页起诉书的时候，你大概知道那一段。后来在800多页里面，在整个爬书里面是这个。而在合约里面，他们的买卖合约里面有第12条有出现一个很罕见的是说未来条款，双方约定日后如果取得法定容积率以外的其他容积率。买卖双方将合理分享该容积利益，怀疑说是不是你已经知道哦，未来你们可能会再提高，所以协议说鼎越获得的增额容积利益和金华城要去做分润。当然，这个合约里面写的这个是不是代表他们已经意识到未来有可能那样，还是这个写的是说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我们就这样分。攻防之中这些如果起诉书里面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预见得出来，到了法庭的时候，这些词如果辩护律师讲这些的那个方式，一定会跟检方出现非常大的一些的争议。但是现在看起来，苏北，就算20%自己砍掉，是变成728，因为本来是从300多变560哦，再变到728的哦，那他现在讲728那一部分那34%我自己买的嘛，那你不能砍我的，我现在就这样做。可是这里头，如果单纯从这个开始一路看起来，是沈庆金某种程度也觉得算了，我再这样杠下去，我可能到最后12老本，我干脆就这样子，我砍掉20%，你们至于要去扯我到底有没有1500给了柯文哲，只要我咬死不认，你能奈我何？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因为起诉书里面就已经写得很清楚啊。柯文哲自己就承认说，在11月1号小审1500这一件事情，检察官问柯文哲说，是不是沈庆金有给你这一笔钱？柯文哲的回应是什么？那是金主自己处理。他完全没有否认啊。检察官问柯文哲说：“是不是沈庆金有给你这一笔钱？”柯文哲的回应是什么？那是金主自己处理。他完全没有否认啊，就是承认的这一件事情嘛。因为那个 Excel 表的工作表里面，其他的人全部都给钱嘛，包含陈银柱，包含这个邱佩玲帮忙去募的款，全部都是现金啊。所以柯文哲没有否认这一件事情啊。那我要讲的是说，今天鼎岳说我要自己放弃，没有，他没有说放弃，我要暂缓20%这一件事情。我告诉你，鼎岳怎么说？台北市政府告诉我们说，鼎岳放弃。鼎岳刚刚发声明说，我没有放弃，我只是暂缓。我那20% 的荣奖是合法取得，所以你不觉得台北市政府今天李四川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来说明就是外行，就是内行在骗外行吗？你副市长是一个内行的人，你明明看到鼎岳给你的就是暂缓。你居然就说哦，他们愿意放弃了，所以我们很开心。金华城这个案子总算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拜托，哪里圆满？大家如果都说容积是属于全体市民的，金华城现在获得的这20% 荣奖，就是从市民那边去偷来的。是金华城沈庆金加上柯文哲逼迫台北市的公务人员，胁迫他们通过都委会给的20%荣奖，而这20%荣奖就是在这个公展里面所写清楚的。这个都市计划，金华城都市计划的细部计划明载的这一块土地，金华城这一块土地就是享有20% 的荣奖，它就是准用都更条例。所以如果这一个公展没有废掉，他一直在我们都发局的公文里面可以找得到。我告诉你，金华城随时可以说我要把20% 的荣奖拿回来，这就是事实。那我要问，为什么李四川今天出来骗大家，居然讲说哦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已经圆满了，他们已经说自己放弃了，然后现在被打脸说哦没有，鼎岳说我没有放弃，我只是暂缓。那为什么要骗人？李四川他们今天的讲法是说，因为现在违法的事证还不够明确。我的妈呀，违法事证还不够明确，这个起诉书里面有60%全部都在讲图利这一件事情，包含邵秀佩自己也出来说，对我帮忙弄的方案是给了20% 的荣奖，就是柯文哲逼迫我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我给了。那如果台北市政府认为这样子的事证还不够明确，他是在打脸邵秀佩吗？邵秀佩的自白是有问题的吗？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离谱然后你知道吗？就像是小偷一样，沈庆金、金华城、鼎岳偷了20% 的荣奖，现在讲说哦，那我20% 的荣奖先暂缓。然后台北市政府说啊，对，因为违法事证还不够明确，所以要等到法官说小偷偷的东西真的是偷的，你才要把它拿回来吗？这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如果你讲李四川讲的意思是说，因为违法事证还不够明确，那他为什么会直接说金华城要放弃那20%？是啊，可是问题是金华城没有说要放弃啊，金华城鼎岳说我是暂缓那他一定是觉得金华城你说要放弃，那我开记者会说你要放弃。可是你现在讲说，如果问他说为什么不能，他跟你讲说因为违法事证不够明确，这段逻辑我搞不懂。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就是很矛盾。所以鼎越后来下午出来开的这个说明会，就打脸台北市政府啊。台北市政府，你说我要放弃，我没有要放弃哦，这是我合法取得了，所以我没有要放弃。所以从头到尾，你知道到现在，我去跟台北市政府要鼎越昨天晚上到台北市政府的公文，居然拿不到。你如果因为鼎越到底写什么嘛？鼎越是写我要放弃，还是我要暂缓？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嘛。但台北市政府到现在不敢拿出这个公文来，而李四川片面的告诉大家说鼎越要放弃，但下午鼎越说我没有要放弃，所以你不觉得很荒唐吗？这整个就是你明明，而且我要再一次讲，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的同仁有60%全部都被约谈。都只是要证实说，对我们当时都知道20% 龙奖是不可以给的，是柯文哲逼迫我们准用都更，然后透过都审的程序给的。那这些同仁不是很讽刺吗？我去作证柯文哲违法，但是现在的蒋万安跟李四川说，哦，你们说谎，你不觉得很荒唐吗？我完全不知道李四川跟蒋万安在干嘛。这个案子开始在调查的时候，行政要调查。司法也要调查，我们每一次在问台北市政府行政调查到底要怎么走，要不要走，他们都说，蒋万安都说，哦，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到现在司法都已经起诉了，你到现在行政还在护着金华城，然后现在讲的是说，哦，他们愿意变更设计，然后变更设计3个月内完成。鼎越为什么要3个月内完成？鼎越如果3个月内不完成，那你拿它能够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蒋万安跟李四川其实不应该再骗人的，因为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都讲了，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们是怎么被逼迫、怎么被胁迫的，然后才通过这个20% 的龙奖，都已经起诉书写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为什么蒋万安到现在不愿意站在台北市公务人员这一边？再换一个角度讲，蒋万安跟李四川为什么要去帮鼎越或是帮金华城？你知道吗？这没有道理啊，你说柯文哲跟沈进之间，大家现在知道了，他们俩有好，不管那个好处，最后在法官那边验证是怎么样，可是最起码他们俩见面很多次，他们很多这些，那都是前朝的事。那蒋万安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鼎越威胁他，不然我就变烂尾楼啊。我就变成烂尾楼啊，然后到时候被垮了之后，然后我如果被求偿的时候，就全部你蒋万安要负责啊。可是你为什么会被一个小偷般的厂商威胁啊？这个厂商其实就已经被起诉，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也证实说，他当时跟柯文哲借由很多的手段把这些容积骗走，压迫人。但台北市政府为什么不能站在公务人员这一边？而蒋万安，你的魄力到底在哪里？不是，因为我现在看完哦，就是说，我觉得鼎越他是不是在走一个巧门啊？什么巧门？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北市府的做法就是说，我是2楼以上，我就现在就是暂停施工勘验嘛，就让你没得盖。对啊。鼎越的说法是说，我暂缓那一块，就是说我先暂缓前此合法取得的20%奖励容积部分工程。那意思是什么？我其他要继续盖我最上面的楼层就先不要盖嘛，反正我一层一层往上盖嘛，我下面每一层我都合法。我换得你北市府愿意现在在这个阶段，你不要再跟我说不勘验了，我让你继续勘验，因为你现在勘验的这些都是我合法的嘛。我这最上面那个部分不要啊，你知道吗？因为好，这牵扯到建筑另外，我的意思是说，请问一下，那容奖20%有规定是在哪一块吗？没有啊，没有，还是你每一块土地上都有20%是容奖，30%是我买的？其实没有，对嘛？那你怎么会告诉我这些这没有道理啊？这在法律的概念来讲是不通的啊。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任俊大哥刚刚讲的东西，有可能是鼎越想要帮自己争取的。就是我20%，你们认为我有违法的这部分，对不对？我先把它暂停，我没有要变更设计，我就告诉你，我就是上面这些楼层，我先不要盖，然后我下面的继续盖，所以你继续给我施工勘验到不是我从你下面这个我就不勘验了，是，我怎么会是上面才不勘验呢？对，他就是要换这一个，你知道那个北检察官在扣押这个金华城土地的时候就讲过了，20% 的龙奖不一定是属于上面的，当然啦，那是整个建案里面，你你的容积是728还是560或者是370，你的那个整个设计会长得完全不一样，当然，所以
我再讲一次，今天李四川出来讲这个讲法，呼吁的顶越未来的做法，就是内行在骗外行啊！他们有经验啊，他们从雨果市场就这样做了。你说那个减项发包，对，减项发包。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元之，蒋万安跟李四川会去帮鼎越或帮金华或讲白一点，帮沈庆京要做这样的吗？我是绝不会，因为站在市政府的角度，他绝对就不希望那个地方变烂尾楼。因为如果变烂尾楼的话，那个整个地区的发展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工程这么大，对不对？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小包、中包，都是靠这个建案在生活的啦。所以市府的高度一定是希望说圆满啊。那当然圆满的部分也是要符合法令嘛。所以如果依法的话，鼎越自己不撤回的话，那他就只能叫他停工。那停工就比较。影响就比较大。那如果鼎院他愿意自己把那个变更设计的话，当然市政府就觉得这个就可以得到一个至少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方式。就你把变更设计不要20%那个，你现在就728，对，不要840，那大家皆大欢喜的意思。对。可是现在问题就是，当李四川出来说他放弃20%。舒培刚刚讲的是，如果鼎越讲说我只是暂缓那什么，他显然没有意思说我一定是放弃。对，那怎么解读出他是放弃这一块？那当然李四川他就要把公文拿出来，因为他讲的是说有收到函嘛。那函的话应该用词遣字会精准嘛，就把函拿出来跟大家解释。函上面是讲那个暂缓，而且我必须要讲你知道所谓的变更设计，是我随时只要没有拿到使用执照之前，我还是可以再变更。我还是可以再变更哦。所以当你的20%还是我这块土地合法的容积的时候，我随时是可以拿回来的。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还是要搞清楚那个鼎越的用意啦，也不能被他摆一道啦。但我知道市府的角度一定是希望说妥善解决啦，不要影响这么大啦。这个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像柯文哲一样，好像跟沈庆京有什么关系？绝对不可能嘛！到这个节骨眼还有可能谁要跟沈庆京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沈庆京也不是。柯文哲传简讯给黄珊珊写的，好像真的很惨啊！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黄珊珊有收到柯文哲一个简讯吗？就是说啊，小沈财务状况不好，不要再找小沈了，不要再找他了啊！并没有很惨的，其实因为最近被大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他很有实力对不对？在对岸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啊，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哇，超多陶朱隐园有没有？陶朱隐园是被称为在信义区被称为信义的哥吉拉嘛？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多只哥吉拉全部聚在一起？这看起来像一包可乐果蚕豆酥放在那里，就是全部都卷在一起啊，全部都卷在一起啊。那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是在中国的扬州哦。那这怎么被发现呢？是因为有人去看了一个建筑师的官网，那这个建筑师就是这个 Vincent Calabo，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了哈。那他的这个建筑师是谁呢？就是做信义区陶朱隐园的建筑师啦。结果在他的官网上面发现，原来中国扬州要用那个哥吉拉造镇啊，就是要有24座的陶朱隐园，全部一个造镇，好不好？有住商，有住家，有商办，还有住商混合，建筑与树的融合，然后里面还有太极的概念，象征生命与活力啦，哈，一个城市的和谐啦，哇，不得了，这个扬州不得了，哈。然后里面还有太极的概念，象征生命与活力啦，哈，一个城市的和谐啦，哇，不得了，这个扬州不得了，哈。那这个造镇，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什么事情呢？因为上面有一个建商在这边红线画出来，叫 Core Pacific Group，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威金集团的英文缩写。原来威金集团要在那边造镇，各位，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不是什么集团都可以在哪里造镇。如果在一个地方造镇，第一个你自己当然要有不错财务基础，第二个你跟当地的政府的关系要非常好，因为这个需要当地政府在很多行政流程给你简便，而且需要经费上的补助。代表说，其实小沈我是不知道这个建案现在进行到哪里了，可是这个代表说他在对岸绝对是有一定的实力。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2018年不是那时候双城论坛嘛，那个台北跟上海要去上海，对不对？那个沈庆京他不在台北市政府邀请名单，他却可以做主桌。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有可能不见得是台北市政府约的，有可能是沈庆京原本就跟对岸关系非常好，所以有人就跟他讲说，刚好要在上海办这个活动，要不要来？就一来就做主桌，就是觉得有可能，因为不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台北市政府的那个邀请名单上面？所以这个沈庆京虽然看起来好像那个简讯让大家以为说他不行的，可是实际上他的资产在
不管是在大陆也好，或者在海外也好，有没有什么，其实你是不知道。所以这个官网上面这个照片被发出来，其实是让大家发现，原来还有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照片或这个资讯再早一点出来的话，对于沈静静他们要力拼交保，那大概连想都不用想。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资产或实力，或可以运用的影响的话，这会不会构成法官觉得你会潜逃的一个因素？台湾有多少？好，不要讲最近的一个那个弃保5亿的，OK， 朱国荣弃保5亿的，再往前一个陈永豪。大家都知道嘛，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一些产业啦或什么，如果让他知道你是这个样，那一个哥吉拉在台湾信义区都已经是不得了了。然后你有24栋要在那个方向去造镇，好，那这些反正现在都已经继续压了嘛。那压好，不管你有没有串供，有没有什么，可是如果讲说沈静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些的实力或是关系，将军，那不是只有他，你还记得吗？那黄淑欣这2天出来讲柯文哲，当然。沈静静这个跟柯文哲虽然是2个独立的事情，但表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真的是很重要吗？对他们来讲，柯文哲他一直觉得，好，那廖万龙在这中间是不是也能够提供给他一些商业上的建议以外，包括跟习近平的关系，在这里面是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吗？最起码柯文哲一直心心念念的。他会效仿毛泽东的很多东西，都是大家讲过的大家知道柯文哲从2013年开始慢慢崭露头角，然后开始成为大家认为台湾一个新的政治的一个人物之后，其实柯文哲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资金，因为他觉得台湾本土的相关的企业家不是蓝或是绿都已经拿走了，我柯文哲吃剩的也不够啊，所以他必须要师法毛泽东，一无所有，然后。把国民党整个打到连鞋子都掉光，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崇拜毛泽东，这不是我乱讲，大家可以看这时候的柯文哲还不是市长这是2013年柯文哲用医生的身份参加了学术交流，到哪里去呢？飞到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到延安，这里是哪里？这里不是柯文哲讲的一般的什么一个博物馆，不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1次的党代表大会的召开的地方。所以它里面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毛泽东的照片，英雄惜英雄，相忘甚久。所以说，毛泽东对柯文哲来讲是一个从一无所有，到败中求胜的一个经典的政治人物。所以他很崇拜他。所以你看，从在防疫的时候 ，COVID-19 的时候，他讲出什么焦土战啊、歼灭战啊、关门打狗，各位，这都是老共的战法。受台湾的不管是军事教育。或者是各种这个社会教育不会出现这些字，所以柯文哲崇拜毛泽东不是假的，是真的，他自己也承认啊。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大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我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柯文哲他学毛泽东，而且共产党对柯文哲有兴趣，共产党对柯文哲的兴趣远远超过国民党。为什么？国民党当时回到中国去，国共这个再次的接触。最有价值的是谁？连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连战之前，国民党的高层几乎跟共产党是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完全没有办法。是连战的破冰之旅，让共产党重新跟国民党可以谈，谈什么？另外一回事，可以谈。可是呢，共产党觉得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系出同门，都从中国出来的中国党，所以我们2个弟兄之间其实只要破了冰就好谈。所以，当连战跟共产党破冰之旅之后，其实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那种统战的力道已经减少，不值钱了嘛，不值钱了嘛。这女朋友追的时候很在意嘛，那结了婚之后就自己太太就怕什么，就是这种态度。那可是呢，柯文哲对于这个共产党不一样，他是墨绿的。如果共产党可以找到一个228出身的受害者，而且是墨绿的。变成共产党的朋友，哇，这是何等的成功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其实共产党早就在注意柯文哲了。这是柯文哲以前在台大医院地下室，就是 TV 那个有台的一个访问，柯文哲的这个办公室里摆着一个延安老巢的图啊，这表示什么？表示柯文哲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从政，我要跟毛泽东一样，从最弱能屈能伸，我蹲到最低点，我弹到最高，我要吃掉你。所以你看他在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用 LINE 哦，这不是微信哦，因为这是繁体字，这是 LINE。它里面讲哈，中央军委汇报电报，各位你会觉得时空错乱了。在中华民国的 LINE 里面，居然会出现中央军委会电报，2个务必：务必使同事保持谦卑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第2个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之作风。各位，这是柯文哲传的嘞。你如果没有看到这是繁体字，你真的还以为是中国内部共产党的一个指示。所以他把这个当成他选举的最高目标，2个务必。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另外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当柯文哲开始崭露头角，那个人俊你们的党主席宋楚瑜曾经跟柯文哲做过一次所谓的宋柯会啦，一起来谈。那当时其实侃侃而谈里面有一句话，我当时到现在我还记得，因为宋主席其实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错。你说宋楚瑜中国人，那没有人会反对。但他跟柯文哲讲的时候，在2014年，他说：“我跟你讲，毛泽东厉害，毛泽东厉害，毛泽东打败了国民党。”宋楚瑜从来没有否认说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没有。他说：“我跟你讲，共产党厉害在哪里？我用一句诗来形容，叫做‘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柯文哲兴奋的举赞了，他赶快把手放下。为什么？我想这一句词哈，本来不是这样念。它的原本的这个上下联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恨月长圆”，这才是正常的。那是毛泽东把下联改成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什么柯文哲会比赞？我告诉大家，因为他说人间要争取正道，不流血是不行的；人间要争取正道，不斗争是不行的。所以在斗争过后取得正道之后，是一片沧桑，就是一介功成万骨枯的意思啦。那柯文哲不仅举起手，然后赶快把它放下，表示什么？表示柯文哲超级崇拜柯文哲。所以说，当时跟亲民党会见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表现。那当时的亲民党是表示什么？表示你是新的政治人物。亲民党觉得这是可以当朋友的。那没有想到柯文哲不但认同共产党的战法，还非常的崇拜毛泽东。那这一点呢，让共产党找到了切入口。所以你看双城论坛，柯文哲双城论坛第一次论坛，他讲出了什么？两岸一家亲。这个两岸一家亲就是柯文哲从深绿开始转向亲中的一个按钮。因为他当时讲完两岸一家亲回来，柯文哲受访有哭，不是哭啦，有眼红啦，眼睛有泛红，就说我到中国去的时候，你们没有人支持我，我的这番话我也都跟国安会报告过了，国安会当时不讲，现在回来你批评我。但是后来经过查证，他说，不对，你给国安会的资料里面好像没有两岸一家亲。所以柯文哲为了这个还很委屈，然后从那一次开始，柯文哲就跟这个民进党越走越远。因为两个是光谱不同的极端嘛，就越走越远。那柯文哲的槟榔党的成立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柯文哲从一个墨绿，一个所谓的台湾清新的新式的工作者出现，到变成可以开始跟中国、跟毛泽东、跟共产党的战法开始施法，甚至学习，甚至可以谈。柯文哲要的是什么？柯文哲要的是拿到敌人的力量来斗垮中华民国内部的力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之后，他想办法要吃掉中国。我跟你讲，这是柯文哲的想法哦，因为他施法毛泽东，他不是要臣服于毛泽东，他要跟毛泽东一样，先吃掉中华民国里面的蓝绿政党。然后呢，想办法吃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不要被柯文哲骗了，柯文哲比毛泽东还厉害，只是他现在糗了而已。所以我才说柯文哲一路的转变，从墨绿到白色，现在变成槟榔色，最后变成红色，这不是没有迹可循的。从2013年走过来，柯文哲逐渐的在展现他心中真正的想法，就是要并吞你的一切。明凤，你有没有听到包括民众党这些的回应？当郑淑君出来说柯文哲在2005年是不是就开始有，他用的词是卖国窃国啦，然后开始跟习近平想要找对口。陈志涵他们是在讲说，不是，你们这些人又来了。2015年你为什么不讲？到了现在，你们没事把他给抹红成这个样子。那黄国昌讲就更不要讲什么路人甲蹭热度啦或什么。可是柯文哲第一个，他是师法毛泽东学很多东西，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摆那个25000里长征，
他摆那个东西干什么？那个老毛那时候是被打到原来大家都知道嘛，他们叫长征，我们叫逃窜。对呀，对，就是逃窜，就是这样。那柯文哲那时候的心态，他到底为什么要摆那样的一个东西？或是换一个角度，为什么刚刚将军讲呢？就是在中共的眼中，柯文哲会比国民党会比谁都好，因为他不是所谓的传统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他是单纯标标准准的台湾人，然后还是228的受难家属。最重要一个，他的族群里面支持族群很多是年轻人。这些事情，包括国安单位有很早就示警过吗？是啊，就说这为什么要摆25000长征？那可能就是勉励自己啊，可以争那么久。然后你看，他也常常讲毛泽东的话：10亿人民9亿骗，还有1亿还在训练，这都是期许自己要有未来远大的志向。10亿人民9亿骗，还有1亿还在训练，这都是期许自己要有未来远大的志向中间的手段嘛，包括25000里长征，还有10亿人民9亿骗，还有1亿要训练这样子嘛，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柯文哲是这样啦，大家觉得说他好像是深绿的228，然后又是陈水扁的这个，所以大家医疗团队对当时绿营支持他，觉得他的背景跟身份跟什么东西完全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他后来大家在讨论起来说，其实他在做医生的生涯里面，他去过。中国做过很多叶克膜的生意，所以那时候也有一堆这个纠纷嘛。那就是说，所以人脉是当然，淑馨有讲说他一些人脉的累积，可是他自己如果是叶克膜的话，他也可以累积很多大陆那个医学的这个人脉啊，这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是他的值钱就在于他的出身就是。像你讲的228本省人，然后又去支持，又去是这个支持世代，通通是年轻人。那对老共来讲呢，这个所谓2014年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就是太阳花学运，他觉得怎么他的这个所谓统战工作做那么久，可是出来的年轻人，刚刚出社会的年轻人，通通是反共的。而且太阳花那个时候是因为服贸货贸。对，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跟老共之间服贸货贸的问题。对，而且都是年轻人站出来，然后都是那世代我们都叫他天然独了。那老共会惊觉自己这几年都在干什么，好像跟台湾的年轻人都完全脱节，所以他们对于这样子一个他的支持群众完全以年轻群组为主的这个政党呢，他觉得比国民党要值钱很多了。他觉得从这个柯文哲这个政党下手呢，他可以。从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五官或三观就开始改变了，对于这个所谓我们的什么祖国大陆不会那么讨厌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资源要投向他？后来很多的台商圈，你可以知道他们除了比较传统支持这个国民党之外，台商圈后来有很多人都支持这个所谓的柯文哲啊。你可以包括你看那个像国民党有一位蔡姓人士跟马英九很不好那个人。那个人就也是突然去支持柯文哲啊，对不对？然后你说国安人士那个是他已经退休了，不过他是所谓民众党的第一代国师，他35岁进总统府，然后一直在做国安事业，然后从国安的工作。那他这么资深的人，然后他2014年、2018年也都帮这个柯文哲选举。那到了2023年的时候，柯文哲再去找他，因为他执行的都是那种战略型的这种大计划，他就是国安的这个专业。然后那个人就把他骂一顿，就说你像你这样，你本来是白色，那你后来就变成槟榔了。槟榔就是外面还有一瓶，外面绿，然后里面红。可是你再这样下去呢，你就是变成樱桃了。那樱桃大家都觉得很难想象，因为尤其康仁俊说他不敢再吃樱桃了。樱桃本来就很可爱，然后为什么这样？那樱桃我是说你毁了我对樱桃的想象。不是那个人讲的啊，那个人那么可爱，不，那个人讲出那个樱桃那么可爱的东西，樱桃的意思就是全红了，连表面都不顾了，所以是这样子的。
的道理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你从2014年到2024年这样的一个转换很大。就说你从白色到槟榔到这个，如果要变成樱桃，你看看你周遭旁边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在靠近你？其实周遭旁边支持很多人都听了是一个很多人都是往返大陆很多，或者台上很多人在支持他嘛。所以说他就给他这样一个示警，那他也不会他从此2023年之后他也没有再回这个2018年之后他也没有再跟柯文哲再帮忙柯文哲了，因为。他就是他的国师，那问题是他打电话给我的，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他最近好像又有点受伤，好像也是脚伤的意思。然后他是高要提醒，他是重点是说北检，就像你刚才讲的，1500万或者210万加起来都太少了。然后呢，你现在大家的关注点都在橘子，可是他说他的观察。橘子呢，就是跟上跟下，顶多就是帮他授权拿钱，然后这个送钱或是什么收钱这样子。可是呢，减掉忽略2个重要的，一个姓邱，一个姓张的人，他们金融体系出来的，才有可能去处理他所谓6000万到3亿的这些钱。那否则你现在被蓝白笑，就是你只有1700多万，你这样哪有什么对价关系呢？应小薇都4000多万了。对啊，那你这行情就比应小薇还差嘛。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搞这个所谓，大家都质疑说他搞这个所谓捷运公司上柜的事情。这个如果你承销价是5万块，我记得有人说讲是5万块，可是那个股价曾经涨到160块。悠游卡公司啊。对。你讲悠游卡，我只讲捷运就好了。好。这就是说，这个中间的，就是都通通在搞金融的东西。可是北检为什么跳过这2个人，就是钱的流向会查不到？他那个时代的国安的人是会杀人的。他做的国安是那个铁铮铮的国安，不是在分析资料的那一种，所以他研判就是说这2个人其实是金流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那现在北检如果没有抓到这2个人所谓重要的关键的话，就会有一个尾巴让蓝白一直在讲这个事情。他这个讲的过程是这样，那当然也聊了很多有的没有的啦。对 ，OK。可是我想或者当郑淑金出来讲，钱他有没有交钱给陈佩琪，反正现在被告了嘛 ，OK。那这一块是跟整个一路下来的进化城或者什么政治献金跟钱还是有关系。可是当他突然之间话锋一转，说柯文哲2015年他就知道他跟什么习近平啊什么开始染红了，这一段就已经不单纯是钱的问题了，这是人设已经是从清廉与否的人设变成有没有跟老共之间甚或有没有卖国的人设的那一块。柯文哲的族群大家都知道小草年轻人居多。年轻人会买这一块的单吗？在年轻人眼中会是这样吗？陈佩琪现在看起来，除了你说到北所要不要去声援柯文哲，他现在不会去北所声援。他那天讲的一段话，说要帮柯文哲扛什么慈善公益的责任，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冒这个出来？我觉得以小草的状况来讲哦，他未必是深那么绿啦。哦， okay， 但是。应该也不会，应该红应该是没办法接受，还是没办法接受。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段话对小草会有影响吗？还是他会觉得，就像陈志涵讲，你2005年为什么不讲？你现在出来讲，你那时候是他的类似的财务长，或者是帮他募款的执行长，你说他钱好，大家到法院去讲。那你说他有没有跟老共之间讲白一点？他的说法有一点会把台湾给卖掉的感觉。那小草会不会觉得你干嘛出来讲他这个？他那时候讲谁会信啊？现在当然就是踩面目。所以你说05年讲没有人会信，面目拆穿。我最早骂柯文哲，谁会信啊？大家都来骂我，拜托。你是感同身受的意思？对啊，我还被陈佩琪在脸书上出征过，好不好？我觉得那个东西他最后会不会接受，其实还要看最后拿出来的证据了，就是说他到底接触到什么程度哦，因为有接触不等于就一定是卖台啊。但你说为什么当时不讲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帮人家选举过，我觉得有时候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呐，就是说明明你就看到了一些，你就觉得说啊，那好嘛，那你毕竟也帮过他啊，你自己也选错边，对不对？选错人，然后你要回头出来那嚷嚷说我就是那个也不好看。那我觉得他今天如果不是告的话，我觉得淑琴大概也不会。也就是你已经撕破脸了啦，那淑琴才会讲这些，不然有时候你就说
都一样了。我相信委员也一样，议员也一样。有时候碰到一些自己的助理不行，然后你也不会回头去到处去讲这件事情吧，因为我就是用了嘛。用了你好，然后你说其实有时候私下我自己的状况就是我私下会抱怨的，但是我也不会去公开讲那个，因为那个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了。那至于说陈佩琪出来讲做公益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突兀啦。就是说，你当然希望，就陈佩琪以往是一个非常呛辣的形象哦。你大家记得原本的状况就是什么冲都他爱冲，然后柯文哲都讲说我都管不住他，对不对？以前的状况是这样。现在最近的状况改走一个那个温馨路线，好 po 的都是他当年跟柯文哲的婚纱照什么之类，已经好几篇文章都是这样。但他讲说什么慈善公益这件事情。你们家就不是走这一挂的啊，对不对？你柯文哲8年执政也不是走这一挂的啊。你柯文哲是8年，有些首长是这样嘛，就是说他的状况就是说，比如说任何慈善团体的找他拍广告，找他参与活动，他都参与得很积极。柯文哲不是这一挂，柯文哲一向走都是青年呐。我要因为走的是青年的机会，然后老人家是不正义的，老人家不能够占据太多的资源然后敬老津贴砍掉，社会那个，比如说像社宅，他也跟你讲说，你租金其实不需要跟大家差这么多。他不是走社会福利公益的那一挂，你们家也从来不是那种捐钱捐很多的，你们家以前的形象是一穷二白啊，对不对？到了被人家抓住看房子的时候，才说我不用装穷啊，不是这样吗？你们家从来不是走那一挂。比如说那时候他们买的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商办事件，对不对？他不是讲，你如果是走公益挂的，那怎么会摆在你名下？对，他还讲说摆在我名下监督力道更足。然后那时候大家说，要不然你就捐出来做信托，他也不要信托，他说我给民众党用。你们家就从头到尾跟这个形象没有关系啊？怎么突然之间到了这边之后变成说我要帮你继续做公益慈善？柯文哲什么时候标榜过这个价值？那你们家那个中不是还说你检察官起诉还说你是公益侵占，对对，你还是公益侵占，那你现在还公益慈善，你侵占还是在做慈善吗？对不对？你现在检察官，我想这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啊，就是说你那一部分，就是说你到底说柯文哲该不该严压这些东西，或许有一些争议，但你大概他拿的中华基金会的钱来发给靳总，或者说你们之间那个钱搞得乱七八糟，这件事应该是没有疑义吧？他拿的中华基金会的钱来发给靳总，或者说你们之间那个钱搞得乱七八糟，这件事应该是没有疑义吧？对不对？那你今天来讲，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你应该你要靳总的时候就应该竞选就该拿更多钱去吗？就看起来就是不对嘛。那我觉得你陈佩琪今天来讲，我是要洗形象，我是要用一个柔情的路线让大家去同情柯文哲，但是你也不能够做一个人设差这么多的，对啊？你说你继续强硬的去讲司法迫害啊？我觉得那你可继续讲那个我可能比较听得下去。你突然讲公益慈善，那个是周美青在做的，跟你不是你们家不是那一挂的啦。OK， 可是我真的讲，说美绿营现在对柯文哲的整个形象上，不管郑淑英讲的是怎么样，你很早以前当2018分道扬镳以后，你们真的看柯文哲，就真的觉得他就是像刚讲，不管是不是槟榔啦或者什么这些，你们真的就觉得他跟对岸之间会这样眉来眼去吗？我清醒了很早，所以我没有办法了解郑淑馨为什么现在才出来讲。比如说他讲说他跟这个乌钢大王啊，跟沈庆金这个关系，其实刚刚于将军所讲的，从双城论坛举办柯文哲的发言，你就已经看出柯文哲的改变了。柯文哲在还没有担任市长的时候，人家去问他9·2共识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9·2共识就是下跪投降啊。可是他当了台北市长之后，开始举办双城论坛，第一届他就先讲这个所谓的两岸一家亲。那时候大家其实对他已经有疑义，但没有过度的苛责，是认为说你都一个跟上海总不能去那边跟人家挑衅，所以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让大家生气的原因是什么？2017年柯文哲再一次的上海双城论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7月2号柯文哲出发，6月13号。
中共断交了，影响了巴拿马跟台湾断交。结果柯文哲代表就是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居然在松山机场讲说完全没有责备中共，然后不只讲出两岸一家亲，甚至回来之后还说我就是两岸的破冰使者。这个你怎么会听得下去？中共影响了台湾的邦交国，让他跟台湾断交，然后你没有帮台湾讲任何一句话，你甚至站在中共上面讲说什么两岸一家亲，接下来就是于将军所讲的，因为那个时间点你在讲两岸一家亲，所有的过去支持你的台派的人全部都反啊。中共断了我国的邦交，然后你还在跟他两岸一家亲，然后柯文哲那时候就哽咽说：“我早就讲过了，为什么你们现在才骂我？而且我还把什么讲稿拿给国安会看过，叭叭叭叭叭，后来才衍生出来 A、B 稿。那时候大家其实对他们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疑义了。那时候很多的台派其实就像明凤姐一样，就觉得说这个人不是我们可以支持、可以信赖的人。”但是有很多的人还是认为，民进党最大的敌人，台派最大的敌人是国民党。那这样淑馨姐这一群人，其实是一直到2022年，其实都还在支持柯文哲的。所以他现在把这些事情全部讲出来，代表说他们心里有疑义，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柯文哲只是为了一时的政治选择，为了要选赢，为了要打败国民党，他们才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到了今年的选举完之后，包含柯文哲在政治现金上面的处理，包含柯文哲跟沈庆金的这些的财团搞不清楚的关系，然后大家把过去自己所看到的经验讲出来，也只不过要呼应柯文哲就不是民众党所讲的这么清廉的状况底下，没有想到你陈佩琪去提告嘛，你陈佩琪提告，你就是跳查提灰斗嘛，这件事情你如果这些人2014年帮你选举，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甚至如郑淑馨所说的，他是去你家把钱一笔一笔点给你，交给你的。你为什么不是一笔，是一张一张数到100多万张？好，那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会去对他提告？你对他提告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把这所有的过程全部都把它摊开来嘛。那至于柯文哲跟共产党的关系，我要讲一个啦。你说他跟乌冈大王廖万来，他跟廖万龙，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是这么好包含习近平当时在这个厦门所参加的一个会议，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是找廖万龙一起去爬山，甚至看到他的时候是跟他抱抱，所以代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而廖万龙过去是国民党的金主，后来转变为这个柯文哲的金主，甚至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元丽群英的这个豪宅里面有2间，一间是他家，一间是 VIP， 常常用来接待柯文哲。柯文哲也常常找民众党的立委去那边听廖万龙对国政的建议，所以代表廖万龙对柯文哲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经营。而我要讲的是，以廖万龙跟习近平的关系，如果不是习近平同意这个人，廖万龙会花这么多的心思去经营吗？怎么可能？我就继续经营国民党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转变力气来经营民众党？就是因为我觉得经营民众党、经营柯文哲，可能对共产党的政治利益来讲，会比经营国民党来的更大嘛。比如说刚刚大家所说的，他以前是墨绿的，他以前是政治受难者的家属，他又是第三势力，对年轻人的影响号召力又非常的大。我经营他刚好就是国民党所经营不到的那一块，我经营他刚刚好嘛。那除了廖万龙之外，沈庆金也是啊。沈庆金在2018年的双城论坛里面，我必须要讲，他完全不在名单内，他必须经过两方的同意，他才有办法坐在主桌。两方的同意是谁？上海方跟台北方。那上海，你看上海今年的双城论坛，台北市自己主办，连议员都没有办法出席参加，而且议员不是只有民进党的议员连新党的议员都没有被邀请，因为上海方看不在眼里嘛。所以沈庆金之所以在2018年能够坐上那个位置的原因，就是因为上海同意，而上海是不是借着他来跟柯文哲博那高北来影响柯文哲，这当然是其来有自。不过今天看起来的话，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不管有没有人说他是不是已经染红，或是他的案子胜获沈庆金的那金华城，你说那20%荣奖要不要取消？好歹我们今天有花了一些时间在讨论跟柯文哲有关系。当黄国昌那天宣布他要参选民众党党主席，
当他已经是代理主席，他已经宣布要参选党主席以后，柯文哲还是在被羁押的当中。人均未来政坛上面柯文哲的声音还会有多少？或是帮柯文哲讲话的声音，或是大家再讲现实一点，连节目里面讨论柯文哲的事情还会讨论多少？因为这会牵扯到整个国内政坛之间未来大家的分分合合到底会是怎么样？黄章已经宣布他要参选民众党的党主席，今天也被问到说他为什么会想要参选党主席，那他的一些相关的反应跟说法，让你先看一下，任俊待会再回答。来，可不可以讲一下最后思考这么久的时间，愿意来加入这个补选的原因是什么？我必须老实说了哦，其实真正的关键还是跟柯文哲主席的长谈。柯文哲主席心心念念的都是台湾民众党的发展。我们不过放了一个影片，你们大家怎么有这么多的细胞讨论？你们放的影片好奇怪哦，表情的东西这么长，然后讲的话那么短。不是，那人家有心路历程啊，是啊，你只要完整的呈现出来啊。所以说那么精彩戏，我们当然要附和啊。任俊，哦。要7秒啊！我帮你画一算，对，你太快了，你做不到5秒啊，做不到，对不起，你的嘴巴没有戏，对不起，我不持久，不是，不是，难怪你不能当皇帝，你。对不起，我错了。不是，刚刚武哥说这个，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其实你会发现谈柯文哲的比例越来越少。不是前几天当定勾机那个时候，大部分讨论的定勾机，包括黄鸿昌有没有讲说我们不是不冲，只是不愿意冲，包括那个过程谁上讲话。那几天大家讨论柯文哲的时间少非常非常多，是，所以在未来柯文哲时代真的都过去了吗？已经是黄国昌的时代了吗？我觉得这个跟柯文哲目前的处境是有关系的。因为当他作为一个民众党的党主席的时候，他是具有实际影响力。但是当他进到北所之后，他只能强调他有实质影响力。而当黄国昌现在被他钦点成为代理的党主席的人选，而且黄国昌真的也变成代理党主席了。然后黄国昌再说他要选党主席，那柯文哲大概那2个影响力都没了，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黄国昌，他在接下来回答任何一个问题之前，先讲柯文哲3个字就对了。至于柯文哲到底跟他谈了些什么，老实讲没人知道。我很好奇啦，我是非常好奇啦，因为上一次你跟柯文哲长谈的时候，大概就是你要当民众党立委那时候嘛。你说你跟柯文哲谈完了之后，你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啊，达成了几个共识，就是你不管党务党内有纷争，你也不介入啊，你就是只当你的立委。柯文哲也答应，但后来大家会觉得非常好奇的是，黄国昌现在要选党主席，当然是他的选择嘛。可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柯文哲用指定的方式说：“我就是属意他。”而且柯文哲放大决到法庭上面去跟检察官、跟法官说：“我就是要辞党主席啊，我是属意黄国昌。”这个话到黄国昌这边反过来变成是检察官逼柯文哲辞去党主席，但你也不会觉得检察官没事逼他干嘛？就你自己要你就继续，也没人要那个，而且你自己还要解除通信禁见，只是为了要表达。对，那封信呢？信去哪里了？你还在追那封信？不是我追，我好奇嘛。人家中华邮政都出来抗议了，说我们信不会弄丢的，因为民众搞到了，人家公司都要出来声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所以你说他言必称柯文哲，我认为还是会。对，但是至于柯文哲谈一些什么，老实讲没人知道，那也不重要。为什么？过去大家看民众党叫做柯文哲的民众党，黄国昌在这一次要选党主席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柯文哲也都是讲啊，不能够由一人政党开始啊，一人政党结束啊。对不起哦，我对这句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民众党只是从柯文哲的民众党，现在黄国昌要把它转化成为黄国昌的民众党嘛，就这么简单。刚刚你们提什么两岸啊，或是什么的，黄国昌会去碰这个论述吗？不会。如果你要继承对承继，对，果然有念书就是不一样。你要承继柯文哲的，那要不要先谈一下柯文哲2015年的115新观点？
那比两岸一家亲还更早哦。15新观点那时候柯文哲还接受那个新华社他们的访问，新华社他们还讲说柯文哲讲哦什么9·2共识啊这件事情啊并不是一个中国并不是问题，柯文哲还出来抗议啊，他说不对，你们是胡说八道，我讲的叫做要不要先谈一个中国的内容是什么？来，那请问。黄国昌提的3大理由里面，把柯文哲说什么？柯文哲对于那个什么政治的理念，把第三势力做成今天这样，那我们就回来问啊，请问如果你要完完全全承接柯文哲的话，那你们现在民众党的主痛调是不是还是一样？柯文哲完全没有犯法，柯文哲完全无罪。你把把个人司法作为政党唯一诉求，很怪哦。再来，你看到他去。这个宣布要参选，然后立刻周瑜修就陪着他去拜会这个因为前面还先拜会民众党的4个议员嘛，然后大家都去按赞啊，然后就给他那个是吧？那有没有算是定于一尊？又重提柯文哲。那我也老实讲啊，现在对于这个我们好朋友戴锡清来说啊，柯文哲归柯文哲啊，我现在的市长是是蒋万安啊。那跟柯文哲不要因政治攻防中断推动，柯文哲的东西该停了，他自己都停了嘛。那你要推动什么？你要继续推金华城吗？民众党敢出来讲说金华城继续盖吗？金华城没有违法，金华城一切 OK 吗？他也不碰。所以我就讲哦，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回来凸显的就是说，我觉得柯文哲接下来还是会被提，但是就是像黄国昌刚刚那个表情，人家表情比你好看多了。对不起，我丑嘛，我承认啊，不是丑，我说那个表情在扭捏，所以他能够充分的影响那一些小草愿意站在他身边嘛，他愿意站在他身边嘛。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过去一些小草其实喊着柯文哲，然后愿意加入，但我觉得从上一次柯文哲出来，然后那短暂的那1-2天的时间开直播，号称有将近8000人入党。但那一天晚上，柯文哲到北院里面去开羁押庭的时候，却只有50个小草在场的时候，我认为那一些入党的其实已经不是针对柯文哲了啦，他基本上都是针对黄国昌入党的。也就是接下来呢，如果照任俊的说法，他觉得民众党已经变柯文哲的民众党，变成黄国昌的民众党，你同意吗？另外，蓝白之间，所以未来因为本来在过程当中都是黄总召跟那个副总召就之间可以谈很多的一些事，所以未来对你们来说对口就是一个黄昌，不管他现在代理主席，未来是不是主席，所以等于也是蓝白之间的合作，你们就看着黄国昌就可以了。我觉得现阶段当然是啊，因为柯文哲现在也没办法跟大家讲事情嘛，对啊，所以现在他就剩黄国昌，那黄国昌也宣布参选了嘛，所以接下来他一定就是下一届的主席。好。现在他就剩黄国昌，那黄国昌也宣布参选了嘛，所以接下来他一定就是下一届的主席。好，那黄国昌现在也是跟以前不一样，能量很满的啊，否则他干嘛要？他可以以前他可以随便去拜访台北市议会嘛，就算他可以约了戴锡清，也没有什么名目嘛。他现在就是用代理主席的身份，带着4个议员，然后秘书长陪同去拜访戴锡清。我相信接下来可能也会去新北市议会，全国就跑了啊，然后。他也会定下战略目标嘛？因为对黄国昌来讲，他的第一站就是2026的议员选举。他希望说，在每个县市都可以有党团。那本来他是发下豪语在新北市啦，那接下来他可能也会有目标嘛，就是说新北市议会有党团，但是议员人数要增加，或者是在哪一些县市的议会要插旗，他一定接下来就会做这件事情。那所以黄国昌，我觉得啦，因为。现在人家都一直讲说，那黄国昌他当立委可以当多久呢？你看他现在这一年2年条款，对，2年条款嘛。对啊，可是他真的会离职吗？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真的吗？因为可是他现在如果万一他选上主席，他把那个2年条款废掉，人家不是会说他自废？他不用自己废啊，就中央委员可以讨论嘛。对，因为我觉得对黄国昌来讲，他最好的位置就是在立法院啊。那2026，当然大家想的是说，那蓝白合是怎么样？我觉得。第一关要先看2026啦，因为现在2026，我看我们那个台北市党部主委那黄旅的意思是说要提好提满嘛，因为台北市议会他现在他准备要，你看你都已经讲到2026去了，现在才2025出而已，都讲到2026去，
他现在提名方式是 N+5啦，而且很多地方要提到很紧绷。国民党啊，国民党就是现有的所有的席次再多提5席，而且我看他的那个都很紧绷哎，譬如说士林北投现任4席嘛，他要4+2哎，他也不是+1哦，要+2哦。然后大安区，然后检察会这一区，大安文山要多再 N+1，然后松信区要5+1，内湖区因为人口变多可能会多1席，他+1，这个都超紧绷的哎，真的超紧绷哎，完全都没有说什么要不要留一点那个空间给党友的感觉。那所以这议员部分一定大家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县市长呢？我觉得民众党有可能会在一些地方提名啊，但是到时候对新竹，那到时候就看民众自己整合嘛，就像那时候高虹安一样。那现在新竹其实民众党邱成远据说现在好像也还 OK。高虹安现在没有说不能选哎，对啊，高虹安他现在案子被冻结了嘛，最近跑得很勤，跑得很勤啊，他有可能会出来再选啊，所以县市长的部分就是看那个民众党怎么想。但是不见得，我觉得不见得是黄国昌。OK， 不过蓝白现在确实是真的有比较友善的，给大家看一张照。就从那时候陈志涵讲说那个对他认错嘛，对不对？他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很难出现的，好违和哦。这是这3位坐在那边，这是我们国民党的林涛，然后这是秘书长，这个发言人有没有？陈志涵，哇，他没有坐哦，他是站着，然后为了配合大家拍照才。微的弯曲他的身躯，有没有配合这张照片？代表是他们3个是坐在那边，然后陈志涵告诉你为什么？陈志涵是特别走过来的，拍照。对，我们那天去就是来者是客嘛，其实民众党的人其实都蛮欢迎我们的。那陈志涵能够有这个，林涛为什么没有呸？没有，为什么没这样呢？因为旁边不是黄珊珊，黄珊珊来他也不会不，他讲过，黄珊珊来他也不会。按照林涛的说法呢，是说因为陈志涵有上蔡正元的直播，已经对蓝白河那个地方那个破局这个事情有告解，好，就是说啊，承认那个时候呢确实没有经验，然后害怕说总统没了，不分区立委也没了。其实陈志涵这顾虑，我觉得也是对的。你站在你的角度版就是这样子想，可能在帮他讲话。我觉得是啊，本来站在他角度就是这样想。当然，对我们角度，为什么没有蓝白合？我们会很扼腕。可是他当下顾虑也不能说100%错，但他愿意这样子讲，就是说我觉得他已经释放出300%的诚意了。所以连陈志涵都可以这样，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蓝白合的气氛一定会越来越好。那至于说那黄珊珊，我觉得还好啦，我真的觉得还好。我的解读跟叶元之委员有一点差异。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个我想第一个，先讲这张图。为什么陈志涵会跟林涛破冰？因为柯文哲没有权利了。柯文哲在的时候，陈志涵是可以左右柯文哲的意志。例如你为什么签啊？哭啊，难过啊，我离职，我不要上班了。因为柯文哲想蓝白合，黄珊珊跟陈志涵是可以帮他踩刹车的。可是今天是黄国昌说要蓝白合。黄国昌讲过，我没有像阿北那么仁慈。我做人比较直，谁如果要这样子，你就离开就走。到底是面包比较重要，还是坚持比较重要？黄珊珊跟这个陈志涵都改变了。那天林涛有讲，即使是黄珊珊过来，他也会跟他破冰。但2个人各有所需啊。陈志涵是为了保工作了，他这个时候如果还反蓝白合，他一定被黄国昌赶走。那么林涛是帮朱立伦铺主席选举的路。因为我告诉大家，主席的选举除了朱立伦要争取傅崐萁的力量之外，要不要争取白营的力量 ？OK， 我告诉你，白营里面有很多国民党的人在里面。所以说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另外我讲到黄国昌2年条款会不会？我觉得不但会，还有可能会提早。不会等到明年的2月1号，为什么会提早？你各位想想看。黄国昌接了民众党以后，他是不是要全国去跑透透？你要把他说这里要设党部，那里要设党团，这里要派5个人，那里要派几个人？黄国昌需不需要台澎金马去跑透透？一定要。他有立法委员总召再生，怎么跑？没有办法跑。况且黄国昌现在接主席，他有2大挑战。第一个，他要全国去布局，他才能够拿下。每个区域都有党团嘛？他说至少6都跟这个新竹对要有党团。第二个，现在黄国昌还有一个内忧，内忧是哪内忧？
现在这8席立委，请问有几个人是黄国昌的人马？除了黄国昌自己以外，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的8席立委这前8名，除了黄国昌以外，其他几乎都是黄珊珊的好朋友。那么未来到底你黄国昌去跑党务的时候，党团谁来代理？会不会你回来之后变黄珊珊？所以我讲黄国昌这样做有点像周处除三害，就是我自己2年，对我自己2年，我自宫嘛，我下来，那你们7个也要下来。后面上来的从第9名到第16名，是不是全部都听黄国昌的？这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党主席。OK， 黄国昌，我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跟我同梯的立委。好，那我当然要执行2年条款啊，把你们都干掉，把你们都干掉以后，我就是最大委啊。然后陈志涵就是党团总召啦。陈志涵2年之后就是取代他的党团总召，所以陈志涵为什么要这么贴心，赶快去跟林涛和解，赶快去跟国民党这些去那边站台，因为他要接黄国昌的位置。对啊，他备位立委啊，这已经那个说他一定要，他就是要这样子，然后这个剩下的都是菜鸟，所以他都能够完全控制，然后他不需要那个位置。可是现在8席立委就没有位置了，譬如说黄珊珊没有立委的时候，你叫他去哪里？是跳别党吗？没有党可以跳啦。然后呢，你说齐凯好了，那齐凯没有立委的时候，你要叫他去哪里？去选举吗？会又选得赢吗？所以说其他的也许像陈昭姿，他有回归自己的工作，可是现在在台面上的人，其实都是比较重量级的人。那你2年之后没有立委做，你的舞台在哪里？就变成黄国昌了。所以黄国昌有党主席，他哪里都还有。他没有立委之后，还有党主席的位置，所以他今天可以到台北市议会，可以到哪里的议会去拜访，因为我是一个党主席，我甚至可以去跟总统喝咖啡啊。所以说，然后你们其他人，因为你们跟我同辈的，我就算了嘛，很麻烦。然后我就交代那些小朋友，以后在党团就。虽然我没有实职做总召这个位置，但我还是地下总召啊，我还是事情，我跟傅昆萁说了算的，因为陈志涵，我想他也不知道立法院在搞什么。他是党团主任。对啊，问题是他前一阵子发言出来的立法院运作就是一团糟啊，然后他现在讲出来的法条，大家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嘛，所以我们也不晓得花园8席是怎样。所以黄国昌未来这个就是，你说现在谁敢跟他抢？蔡壁如气势已经没有了。然后呢，黄国昌是在所有的检察官跟法官见证之下，由柯文哲钦点的。这个人很好，可以帮忙的人，所以你柯美兰什么血缘关系那也没有了，白头山选头没用。对，那因为你亲自被你哥哥干掉啦，所以你也不要来抢了。就是黄国昌，然后陈佩琪现在只能做公益嘛，对啊。那所以说未来就是不是这个柯氏王朝，就是皇室王朝了嘛。不过现在看起来，或者所以真正厉害的是黄国昌，这整个过程的无缝接轨的转接。而且看起来就是仁至义尽，帮了这个，帮了那个，到最后，而且我是因为柯文哲主席长谈以后，我才愿意这样接。而这整个，你看小草里面现在有一个声音，哈哈，绿营你们现在后悔了吧？搞掉了一个柯文哲，结果来了一个更厉害的黄国昌。现在小草里面有很多人这样讲啊。我觉得短期之内，当然黄国昌是赢家了，就是说原本民众党状况4分5裂嘛，一块一块的那。你定狗机之后，他就是秦王之师的领袖嘛。那个王被司法扣住了，我是去秦王的那一个人。那所以他在他的整个的选党主席就变成理所当然，然后水到渠成，就是变成是这样。你像那个蔡壁如说，我们来谈一谈，不用，对啊，不用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我们2个差这么多，而且他，你看他那个3点，他刚刚讲那个10几秒之后那3点，言并称柯文哲，他就是那个孙中山跟蒋中正那个角色嘛，对不对？我就是继承国父的那个道统，他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那我觉得他的短期之内，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柯文哲在里面对他讲很方便，你知道吗？你就不用背那个包袱，你不用一天到晚去讲案情。好，我可以去讲一些问政跟规划。那其实你看，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他去议会，对不对？他去议会之前跟你讲什么 N+1 不要，N+1 不要了。那学姐之前当然很开心了，因为本来的状况是每个人身边都要提一个，他自己都快不保了。对啊，还要提一个，对不对？那所以
马上他第一个该收拢人就收拢住了嘛。那2年条款，我是觉得应该是会废啦。我觉得到底就说柯文哲到底会压多久？是不是能够压到说2年条款到了的时候，都还没出来？要到明年。就到明年2月，如果没有压那么久的话，我觉得理论上来讲，柯文哲会帮他解套，因为柯文哲需要有战力的立委了。好，如果全部都下课的话，换后面那8个大家都不认识的，我跟你讲，柯文哲要就好了，干嘛认识？像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啊。不会，齐凯你不认识，黄国昌你不认识，黄珊珊你不认识。那天问我廖先祥跟廖伟翔，那个又不是民众党的，对不对？那就说他需要这些人来对抗司法。他如果找了后面那些人的话，他的状况还是需要禁卫军就对了。对，那我觉得倒不见得是说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讨厌黄国昌是正常，讨厌柯文哲也正常。但我就觉得说，其实对国民党来讲，他也会比较乐见是黄国昌了。讲句实在话，黄国昌最起码不会骂蓝绿都是垃圾嘛，对不对？他现在在配合上面，他最起码好言好语。那柯文哲就阴晴莫测嘛，对不对？今天好，明天不好。那黄国昌至少相对稳定，我觉得对国民党立委来讲也比较好相处啦，不会今天好，明天突然就捅你一刀，突然就骂你一顿了。所以我觉得说短期之内这蓝白合的状况会比较稳定。OK， 但是长期的状况就要看你柯文哲什么时候出来。柯文哲出来之后，柯文哲还是老大了。黄国昌现在是说他能够努力抓多少就抓多少。你看他第一天去议会，他不哪有党主席看戴期清的啦。对不对？哪有党主席去看议长的？那就是要带着那几个小弟说，这个现在是我小弟，我现在收拢，其实是这样子嘛。不，简单的问一下，当黄国昌讲说定勾机，绿营吓到连话都不敢说了。为什么？他说的，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哪里不敢说了哈。我觉得不要那个场面，那个气势。人是1万多人是不少，因为那么冷的天，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敢讲的。然后，因为毕竟你们这是站上去的时候，连帮柯文哲喊清白都不敢，对不对？然后只是一个所谓的反赖跟反绿的总集合，然后包含不止蓝营道嘛，连支持共产党的统促党都到现场了。所以你要整合，在后柯时代，你要整合所谓的第三势力，是把这些人都整起来，然后你叫大家不要模拟红，这也很奇怪啦。所以你要整合，在后柯时代，你要整合所谓的第三势力，是把这些人都整起来，然后你叫大家不要模拟红，这也很奇怪啦。不过我要讲的是说，黄国昌在后柯时代，他能不能选上党主席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打一个问号。为什么？所以。不要忘记蔡壁如啊！虽然说现在大家都觉得，前面都把蔡壁如大家都觉得蔡壁如一个没忙啊，对不对？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哦，蔡壁如他自称为所谓的民众党创党之母，不是浪得虚名的哦。很多民众党基层的这一些党员，其实他们还是比较信任蔡壁如，而且他们当时会入党，全部都是因为蔡壁如。所以蔡壁如如果出来跟黄国昌选，黄国昌是不是能够继续当选？我认为这7席的立委对他来讲就影响非常大。所以你知道吗？你看今天张启凯委员就讲什么？他说哇，黄国昌继续选主席有3个优势啦，包含他什么当总召尽心尽力啦，包含这个柯文哲提名黄国昌叫担任代理党主席啦，包含什么代理党主席之后他的活动一的定勾机成果有目共睹。我觉得这就是张启凯，就是现任的民众党除了黄国昌7席立委在支持黄国昌。如果黄国昌把所谓的2年条款讲明了，我就不延续。你觉得这7个人有没有可能被蔡壁如接触？被蔡壁如接触之后，黄国昌还有可能当选吗？另外到议会去，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仓皇登基，演技一流，真的是。很令人讶异，因为黄国昌那一天早上先在立法院开记者会嘛，然后所有的记者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宣布参选党主席啊？”他说：“我们再找一个时间。”结果半个小时之后，先在他的脸书登出1000个字的文章之后，到了议会，长思了10几秒之后就宣布了。我就在想说，有必要这样演吗？
要选就要选，不选就不要选啊，有必要演这么大吗？好，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内来讲的话，不管蓝绿白之间未来合纵连横会怎么样，当然第一个你会看到立法院之间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包括法案的问题，包括预算的问题，对于台湾未来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可是现在看起来，元之，民党像徐志杰委员他们直接讲说叫精准9宫格，现在讲9位嘛。对，我在中间哦，你在中间，OK， 你现在对于现在大家不讲41、38都不管，可是现在这些你觉得真的一路会就这样子，大家就算是9宫格，真的会一路这样打下去了吗？我觉得不管大罢免、小罢免、精准罢免、什么挖沟罢免，反正都有我了。所以对我来，而且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可能也不会去适用那个新通过的选罢法，就是所谓的联署要附身份证。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出来带风向，包括前中选会的主委什么陈英前，他就讲说什么罢团，你只要赶在第一阶段，对吧？赶在那个新法适用前，你赶快把第一阶段送出去。那不管是1阶、2阶投票，全部都适用旧法。那我觉得以这个民进党解释法律以及适用法律的过去的惯例，就是应该就是2阶可能就是不用附身份证。那这样子1阶、2阶要过机会就非常高。那所以我觉得投票是势在难免的，只是说到底现在民进党，因为他们民进党的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嘛。柯建铭是说要全罢啦，然后许智杰说是要精准啊9个啦，然后还有林俊宪是说什么1阶、2阶过了，第2阶段过，第2阶段过就应该立定。那就是全过了，那就是全过。所以他们看法都是这样。那反正无论如何，反正我们就应战。那国民党，我就说国民党除了像你自己的态度是应战，但是除了应战以外，你们会反击吗？我们反击是当然，因为我们最近党部也接到非常多我们支持者的电话，就说这不是刚选完民进党罢你们都没有什么反制的作为吗？所以也是很希望，所以有些人也跑出来了嘛，说要去罢嘛。反正我觉得重点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因为被他们威胁说要罢免就改变我们的做法了哈。譬如说像现在在立委在审预算嘛，预算现在大家看起来就说要审很多预算啊，怎么样审了3000多亿什么的。我先讲就是说提案要删多少预算跟最后到底删多少是两回事啦因为我们在委员会，因为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嘛，也是一样，民进党的提案也都删得很恐怖也有3亿的啦，也有3几千万的，但最后官员能够为自己的预算辩护，最后通常大家都不会删这么多，也都不会删那么多，所以这几天那就是官员你拿出你好好讲嘛，你这个钱到底怎么用，那个钱效益是什么？你讲得出来，大家不会随便乱算。但是你要讲出来。可是有的官员他根本不为自己预算辩护的。例如说像什么速发部，他要出国，一个什么民主网络连结与创新，就编了快2000万。那也讲不太出来说他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去推动什么民主？好像我是有删一个文化部的要打黄牛办公室，我跟各位观众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我们连打黄牛都有成立国家办公室啊，2年2000多万。然后我去看那个细目，他就是帮忙就是接受陈情，然后律师事务所去看说这个是什么样态，这样2000多万，然后连什么制作报表，然后电脑使用费，还磁片使用费的，然后人力一大堆，就本来预算就可能就有浮编，那这个部分，那你文化部就要讲清楚，你这个办公室到底效益是什么？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任俊，当喊出9宫格是表示说大家真的不会全面罢，可是不管是不是全面罢，就算9个对上国民党，如果要是罢个3个几个或者什么这些，那还是全国的一场混战。而这整个现在酝酿很多，包括刚刚讲到预算删不删，一定也会被拿出来，那再变成罢免的一个前面攻防战。然后包括讲说，刚才特别提到，朱立伦是有闻到那个味道吗？所以他包括他就讲说那个潜舰预算，不要这样砍，因为这样砍的话会变成大罢免的一个理由。是，所以某种程度现在预算删不删、砍不砍，都已经跟罢免某种程度会挂在一起了吗？我认为会啦因为老实讲，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总预算说有几个部会它的文宣费用被删到剩下1块嘛，但因为这2天还在协商嘛，会不会有调整这个不知道，但是潜舰确实国民党放手，对。他虽然冻结18亿嘛，但是18亿里面有2亿他是可以动资的，所以他后面他其实可以签约或干嘛的啊。那你18亿他是过海测完了之后，他基本上就可以动资。应该这样说，很多的预算老百姓根本不应该讲说他大家也没有功夫去细懂成这样。但潜舰很容易动，指标性嘛，对嘛？指标性嘛，就是你只要宣传上，如果你动了，我不知道朱立伦的想法应该是，你只要动了。
民进党的宣传一定就是说，你看吧，他连我们的潜舰都不让我们造了，这就是要引清兵入关的感觉，或者什么，这只要一下去，对国民党会有影响。所以朱元说不要动这个，是某种程度应该是这样一些思维。是，而且就讲说18亿虽然是动资嘛，啊，就是先这个冻结，但是基本上因为有2亿放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而且你看对照是之前还有马文君呢，对，马文君喊得多凶啊。但是基本上因为有2亿放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而且你看对照是之前还有马文君呢，对，马文君喊得多凶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党来讲啊，他当然会去思考的，就是说今天民进党不管他到最后会怎么去推动罢免，因为每个人喊的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也有人喊说啊，我们等看2阶过啊，如果2阶过了之后我们再来这样啊。那当然也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你民进党的盘算，但我觉得国民党还是试图去拆炸弹啊。OK， 好，因为不是每一个国民党立委的处境都跟叶元之一样嘛。因为他那个状况比较麻烦，是因为他一阶已经开始人家在跑了。那有一些立委其实他也没有在选区里面被人家干嘛？你说民进党这时候要去推说，哦不行，我告诉你全面都罢。有，现在几乎每一区都有，对，只是大家没有在媒体上被关注。原之当然希望大家都拖下水。不是我希望，就是说现在真的都是这样。我就讲很务实面嘛。第一个一阶要过，我觉得不难。好，门槛第一个我觉得不难。2阶会有难度。好，会有难度，就你要有足够的动能嘛。哈，那你就算2阶过，好，你今天正式进入到罢免，还有一个问题是罢免过不过 ？OK， 罢免就算过了，你今天要重新补选，你也要选赢啊。如果你到最后整个补选完了，好，就是全给你大罢免，每个都过好了，统统进到最后一段好了，那结果呢？国会席次的比例没有改变，你觉得民进党是大赢还是大伤？就除非民进党能够过57席，当然嘛，要不然的话，那个数字基本上，如果蓝白看起来还是会合作的非常紧密。57，你还要把民众党外挂了8，没有57啊。113嘛，就把那个挂进来过半嘛，我8都已经算下去了。那个对他来讲，他的难度，跟现在比起来，所以你说单独推1-2个，啊，我其实老师我曾讲，就是你单独推1-2个，但我不松口，我其他我都要罢。OK， 那我就只要看的是指标性的这几个。其实老实讲啊，你看我这几个我推得动，那你这边要不要换得空间？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大家重新来谈过。我觉得那一块你真的要凸显，就是议事程序上面，你觉得他蛮横不讲理嘛 ？OK， 那个我其实觉得对民进党来讲，他会更为务实啦。现在看起来的话，或者明天赖总跟韩院长喝咖啡有任何影响吗？没有啊，现在你一边说要罢免韩国瑜，一边要跟他喝咖啡，韩国瑜马上要出国了，然后院会是江启臣主持，你是跟他谈什么？叫他去跟川普谈吗？对不对？所以就说现在喝咖啡，他们俩都好像2个都要去，他们都要去。没有江启臣不去，后来不去了吗？江启臣不去，江启臣在要求要去了。没有，江启臣不去了，他在那边主持院会啊。你将来院会要继续嘛？但你一直说在那个咖啡喝不喝？你所有东西都傅昆萁在决定啊，傅昆萁现在要砍预算砍成这样，大家不要以为是浅见的，今年这个预算砍起来很凶文宣费全砍不算什么，他业务费3个单位，陆委会、NCC、速发部要砍到剩1块，我们上一次预算砍超过2%是民国90年，他这一次还民众党加国民党加起来已经还10几%，什么叫业务费剩1块，你知道吗？租金、水电费、电话费、教育训练费，这都叫业务费，砍到剩1块，就连房子都没得连房子都没有，你连铁卷门拉起来的店都没有啊！对啊，你没看到NCC马上就软下来说我没有什么错，我们可以改，又叫我们不要砍那么凶。傅昆萁是疯子啊！拜托，你看他前面在处理法案的时候，谁晓得他会不会没有错？叶元之刚讲的是说正常情况下不会干那么凶，但是现在是不正常。而且讲句实话，这个你去市县都没得事啊。因为我人事费没砍啊，你市县都没得事，你市县我也是，美国政府怎么关门就这样关门的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杀到这么凶的时候，你行政院到底要不要不小心擦枪走火就会出问题。那至于说大罢免，我跟你讲，现在蓝军的这状况马西牙起来啊，谁敢讲说我不要，对不对？现在已经只有指望傅昆萁还在讲说我要那个N+1，大家不要来罢免。那个朱立伦就可以啊，
朱立伦当然希望有罢免啊。你这边有小草，这边有定钩，这边有青鸟，这边有定钩机，只有我手上什么都没有，对不对？然后傅昆萁一天到晚压吃我豆腐，对不对？如果有大罢免，我跟你讲，朱立伦今年连任就过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来讲，你说蓝军不想要，蓝军很想要啊，民进党不要搞错了。来，敏凤。没有了，就说现在预算你最大的这个浅见没有挡。对啊，我是支持，我觉得这是正常实施所谓的在野党监督的这个合法。那个什么国会扩选那根本是乱搞。那你看哪个预算这个有问题，你可以质疑嘛。但是你有时候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瞎。譬如说这个。譬如说，你是要删这个金管会的这个预算，然后结果呢，你竟然在这个公文里面写了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来说，我要书面报要删多少预算，那不一张就算了，写错连4张都能写，明明金管会是在财委会，结果你让我写这个经委会。经济委员会，那你到底有没有在看预算或者什么是乱删？所以大家现在问题很大，很直言，就是说，然后包括你这个提案也是很瞎啊，各国银行业都爆出倒闭跟收购，然后我们也有安泰银行跟永丰银行、星光银行等被倒账60余亿，所以要删金管会500万，然后叫金管会要提出报告。请问其他国家银行的倒闭跟我们金管会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要删这个也很奇怪。然后包括你这个提案也是很瞎啊，各国银行业都爆出倒闭跟收购，然后我们也有安泰银行跟永丰银行、星光银行等被倒账60余亿，所以要删金管会500万，然后叫金管会要提出报告。请问其他国家银行的倒闭跟我们金管会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要删这个也很奇怪，然后这个就更奇怪了，这个是叫做廖伟翔提出来的，他是在讲劳动部的劳保局的这个预算 ，OK， 然后呢，他要冻结劳保局大概2000多亿的预算的他要减列10%，然后冻结20%，就是等于是删掉30%。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劳工局对于蒸饭箱设备的养护会费，因为其不具备就是说他们中午蒸饭的那个蒸饭箱那个因为那个养护的费用呢，因为这个蒸饭盒只是在员工使用，它没有开放给民众使用的特性，仅限于内部职员，所以因个人不同的什么，所以有不同的使用什么，所以我要删掉劳保局30%的。因为一个蒸笼，就是我们一般小时候对，就是一个中午，你们奇怪，国民党不是对公务员很好吗？现在公务员中午吃冷饭了，连一个蒸饭箱的休养费的维护费，你们都要把它就用这个理由删掉劳保局的30%的预算。你们到底陈金辉还有廖伟翔，这个后来我这个名字我看不清，我不晓得是谁，所以这个提案有没有很瞎啊？大家有福气吗？李公姐那边有那个廖先祥白虾的提案吗？廖先祥白虾，你可以提供啊，就是外交部他讲说，因为我们媒体常常在报道，就是洪都拉斯的白虾一直滞销的问题。然后呢，这是我们外交大展长才的机会，赶快去解救洪都拉斯，去跟他建交啊！那如果没有建交成功，代表外交不利嘛，所以因为那个白虾，对，就是不是老公不买他的吗？这个是增加。你知道他要求要删多少钱吗？他要删外交部4亿啊！另外，廖先祥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一个提案啊，就说因为我们气象局在提醒大家寒流来的时候用所谓的这个蓝白的这个图告诉大家寒流来喽，大家要小心哦。廖先祥说，你这在丑化在野党，居然用白色跟蓝色。所以删预算就心虚的表现嘛？不是有没有荒唐啊？我觉得整个荒唐啊，连个蒸饭盒都不能蒸我要讲，我自己也是议员。我也会删预算，有时候删预算就是要相关单位来说明，但是你删预算，你要先讲出来说为什么我要删预算，然后你没有来说明，你这种预算
只是因为图要蓝白，然后就把它预算删掉，这合理吗？对，将军，我觉得预算不是这样删的。我们在议会里面，我们针对特殊的状况，我们会针对为什么你要有这个政策，因为通常去年有的预算，我们沿袭到今天，就是你执行力不力。那你有突然间增加了这么大一笔预算，我会问新的政策吗 ？OK。例如说桃园有一次增加了7000多万，为什么要比照双北一样，就是那个垃圾袋要自己买？那当然你没有宣导我这样做会整个会爆棚嘛，所以我们要求环保局来说明，先把你冻结，说明，然后当然最后不了了之就删掉，因为我们不允许这样做。那可是你在立法院里面，这是全国的预算，你不能设一个键说，我告诉你2000万2亿2000亿，你就给我搞掉，200亿给我搞掉。然后你政府自己去协调，这个是为删而删，没有一个民众会支持这个做法。将军，你太理性了，你看看民众党的提案他是怎么删的，他就这样整个一个表，叫中华民国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提案的删减表，包含所要什么，包含什么减列水电费30%不得留用，减列军事装备及设施3%，然后上面这些全部减完之后，如果总预算删减未达939亿7500万元，约3%，另外就会再补助你，那就是为删而删，他为删而删啊，就是为删而删，他为删而删啊，而且行政院就不用办公了嘛，是啊，你看，没电没水，然后这个更离谱，你看，为了要这个打诈，他说打诈因为呢效果不够好，所以为了要让打诈够好，把9亿3000多万的预算删2亿，这个我觉得真是太离谱了。没有，这个陈昭之那天1月11号有讲。我要讲要删掉他们，让他们不能做事，他们才会好好做事。所以是不是很离谱？所以到底为删而删是为什么？然后结果今天最好笑的是什么？国台办出来帮蓝白讲话了。徐小新呢，把中央政府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删了14.9亿，因为他说比去年增加了5.9亿，这就是要洗人民的脑。结果嘞，国台办出来讲说，对，没有错。因为民进党要洗台湾人民的脑，所以全部把它删掉。所以我要讲的，蓝白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居然是中共在帮你们撑腰吗？所以你们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台湾民间、台湾政府大乱，所以让中共怕开心吗？没有，不关那个国台办，不是，是国台办讲的的事啦。国台办讲的，国台办这个跟你们没关系，好不好？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跟你们有关系。你们要批评一下。有啊，这个国台办没关系啊，简直莫名其妙。徐巧芯干涉中华民国内政，徐巧芯删的预算，然后国台办的发言人出来站虾。好，那在未来来讲的话，那到底预算最后会是怎么样？大家一定会关注这一块。那明天赖总统跟韩院长的咖啡，那个咖啡喝完以后，对国内整体的不管是在政治氛围上面，或是所谓的罢免的氛围，到底有没有稍微一些缓解，还是会继续往下雷厉风行的走？那整个国内包括建华城一些案子，未来还有什么一些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明天见，我们明天见，拜拜。